我是侯府的真千金，走失14年，刚被找回家。我那亲爹亲娘就让我代替我那假千金妹妹嫁给宫里的李公公。刚一进门，爹娘扑上来抱着我就哭，说想了我10几年。我站着没动，目光却不由落到廊下一袭绿裙清雅出尘的妹妹身上，是个很漂亮的人儿。等父母终于收声落座，我冲她招了招手，过来，让姐姐看看。她一言上前，我正要摸摸她的发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往自己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姐姐对不起，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走，我这就走。她转身往外跑，兄长一把拦住，爹娘跳出来打圆场。好孩子，不是爹娘偏心，是你脸上这疤迟早会被皇上厌弃，倒不如趁现在去求个恩典，让你妹妹带你入宫。至于你，就安心嫁给李公公，以后你们姐妹在宫里也好有个照应。我微微张开手，感受着指腹的麻意，应该没把脸打坏吧。我按捺住想上前查看的心思，抬眼看向这对冠冕堂皇的父母。李德全知道你们3言2语就定了他的婚事吗？我记忆里他是皇帝身边最得力的太监，处事圆滑不说，为人和善，从不与人为难。但问题是他今年都快50了，这个年纪还娶什么妻？爹娘听我这样说，连忙不赞同的摆了摆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能搭上李公公，那是我们江家的福气。这朝中哪个有适龄女儿的不想巴结一二？也就是李公公待咱们家有所不同，你才有这个机会能被选上。放肆！我一拍桌子，吓得一旁的爹娘俱是一颤。什么叫适龄女儿？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一大把年纪，自己不知道吗？江父皱着眉头，想上来捂我的嘴。我皱着眉头看他，他的手一僵，悻悻收回手。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懂呢？李公公虽然年纪大了些，可那是天子近臣呐。如今新帝登基，手段狠辣，又不肯选秀，谁不想在宫中有一个自己的人？我嗤笑一声。前太子余孽尚未彻底清除，他又刚登基，手段自然狠辣。可是你看看，他收拾的哪一个人不是该收拾的？你若是没有作奸犯科，何须如此？江父讷讷无言，张了张嘴，终究没敢再说。我看着他这副前倨后恭的窝囊模样，眼尾微冷。你不会也在外面给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吧？江父吓得连连摆手。哪能呢？我这不是怕哪天有个万一吗？我懒得再理他，反正要是真做了什么恶事，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我抬眼看向一旁的妹妹，她正怯怯缩在兄长身后不敢看我，打自己的时候倒是挺有劲的，这会儿知道怕了。过来，让我看看打疼了没？一旁的江浩见状冲过来，怒视着我。你想干什么？别以为你在皇帝面前有几分脸面，我们就怕了你！你休想再动映雪妹妹一根毫毛！好久没听到有人在我面前这么放肆了。我一步步走过去，江浩满脸不服，瞪着眼睛看我。我抬手一巴掌扇了过去。江浩捂着脸不敢置信看着我。你敢打我？江母瞬间红了眼，一把将人护在身后，尖声道：江暮雪，刚回府就动手打你兄长，你这14年到底在外头学了些什么歪门邪道？江父也沉下脸。江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别忘了，你终究是江家女儿，来日出嫁能依靠的也只有江家。是吗？3人凑在一起对我怒目而视，好像人多就能压我一头似的。我活动了下手腕，一巴掌甩过去，掌风凌厉，3声脆响叠作一声，3人同时被扇偏了头。我缓缓收回手，那往后换我洪福就好。又看向一旁的妹妹，过来。她颤巍巍上前，规规矩矩俯身。姐姐，我轻轻挑起她的下巴，这不是挺乖的吗？那方才跟我耍什么花招？她眼神一慌，下意识便想回头求助，我指尖微微用力，不许她闪躲。看他们有什么用？你喜欢萧玉？不喜欢。她说着就要往下跪。姐姐喜欢的人，我不喜欢。我伸手将人拦住。不喜欢？捏上她未受伤那面的脸颊，她吃痛轻嘶一声，却没有躲。你今日做这些，不是为了入宫吗？对不起，我想着姐姐到底跟皇上认识，李公公他们逼着你嫁李德全了。我目光微移，收回了手。他飞速低下头，没有说话，默认了。我后退了一步，打量着他。那等我料理了李德全，再来处置。我的视线又落到一旁敢怒不敢言的一家3口上，3人齐齐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什么恶人，会突然冲上去再甩他们几巴掌一样。怂成这样，还敢来惹我？江父脸色难看。洪福，你怎么能对长辈动手？我们也是为了江家，为了你。江母擦了擦眼泪，又看向我。是啊，洪福，我们知道你受委屈了。可李公公那边……江浩眼神躲闪，不敢再跟我对视。李德全那边如何？他说自己要娶妻的吗？江父吓了一跳，连忙摆手。李公公没有这么说。他没说，
这样一个天子近臣，你敢替他做婚姻的主？江父犹豫了半天，这才道：李公公确实暗示过自己有娶妻的想法，还说若是能娶得哪家的女儿，会在御前美言几句。为父这也是为了江家好啊。他说着，似乎又找回了为人父的底气一样，逐渐挺直腰背。虽然皇帝现在待你不同，但你到底是女子，而且你这脸毁成这样，即便皇帝有心娶你，也不能顾宠，还不如借着现在……我嗤笑一声，继续说。他捂着脸看了我一眼，声音越来越小。借着现在的恩宠，去求皇帝让你妹妹进宫，你跟李公公，你们两个残疾，也正相配。我拍了拍手，笑出声来。怪不得皇帝要我隐瞒身份回府，原来那些年死里逃生时，放不下的竟是这样的父母，只是几句口头的承诺，就能卖女求荣。我最后扫了江映雪一眼，一把拉住江父的袖子，将人带进书房。朝中有这样打算的大臣还有多少？都给我一个一个写下来。江父自然不愿，更不敢。我冷笑一声，回身从架上抽下一柄短刀，连鞘重重拍在案上。写。他浑身一颤，不敢违抗，只得颤巍巍提笔写下。半晌，他将名单递来，我接过扫了一眼，淡淡开口9月去查，凡有作奸犯科者，杀。一道黑影悄无声息的出现，拿走了我手里的名单，又悄无声息的退下。江父脸色惨白，那是西厂的人。我刚要开口，院外便传来急促脚步声，管家急匆匆冲进来。老爷，成了！李公公选中咱们家姑娘了。江父瞬间精神一振，全然忘了方才的恐惧，猛地起身。大臣，老爷您看，礼单已经到了，李公公稍后便亲自来接人，这门亲事成了。见他们欣喜的样子，我伸手将江父手里的礼单抢了过来，落笔处确实是李德全的字迹。胆子真大啊，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这种事。江父急着来抢。洪福，别胡闹，李公公是陛下身边的人，你安心嫁过去，对江家对你都好。我冷冷避开，管家声音发虚：老爷，不是大小姐，是映雪小姐。江浩不敢置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你说什么？我抬眼望去，江浩和江映雪正一左一右扶着江母快步走进书房。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已经把映雪的画像撤下来了吗？怎么还会被选上？面对江母的质问，江父显然有些心虚，一旁的管家连忙低头将事揽到了自己身上。是老奴的错，想着送大小姐画像的时候，顺道把二小姐的撤了，但没想到李公公那边动作那么快，没能来得及。你这恶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早去做？管家跪地连连求饶，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到了我身上。江母红着眼眶上前挽住我的手腕。孩子，你救救映雪吧，她自小就在这府里长大，哪见过什么险恶，去了那等地方，她活不下去的。求你救救她吧！我伸手甩开他的手。那我呢？就因为我自小在外面长大，受多了这样的苦楚，所以再多受1、2也没有关系吗？江母不敢再看我的眼睛，只是低着头。你不能见死不救。江浩更是满脸不忿。果然在外面待久了，半点教养都没有，母亲都这般求你了。我抬眼看向他，怎么语气微冷，脸皮又痒了？江浩一慌，连忙后退，躲到江映雪身后，色厉内荏。你怎能这么自私？都是一家人，我若能替他，我早就去了。我笑了，上前一步将江映雪拉到身后，看着江浩。怎么不能？难道你们不知道，比起女色，李德全他更好男色吗？江浩猛地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我说李德全他更爱男色啊，尤其是像兄长这样窝里横的富少爷，他最喜欢调教了。还有，我看向一旁的江父，还有像父亲这样的老来俏书生。江父涨红了脸，也只憋出一句：岂有此理！我扬了扬手中的礼单。父亲和兄长那么爱映雪妹妹，想来都愿意为映雪妹妹牺牲1、2。不如你们商量一下，等会儿轿子来了，谁去？江浩怒视着我，声音发颤：谁说我们要去了？我挑眉：你们不去吗？那映雪妹妹可怎么办？她一个柔弱女子，进了那样的地方可还有活路？你们不去，岂非逼她去死？母亲，我又看向江母，故作关切道：你可是看着映雪妹妹一点点长大的，你真的忍心吗？不若你替映雪妹妹去吧，正好，李公公的年龄跟父亲的也差不多，你去了也正合适。江母气得浑身颤抖：你休要胡言！李公公要的是映雪。我冷笑一声，环视着书房这一大群人。所以，你们要眼睁睁看着映雪妹妹去死吗？一家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再敢开口。时间一点点流逝，我侧身看向江映雪，她低着头，
看不清眼里的表情。你再不争，等人一来，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他缓缓抬起头，神色难辨。你要帮我？江家三人瞬间面露喜色。江父惊喜道：“洪福，你愿意替映雪嫁过去？”耐心告罄，我的脸色彻底冷了下去。我嫁，谁敢娶？江父悻悻将目光投向一旁，江母焦急地上前，双手紧紧攥住我的胳膊。那你是什么意思？进宫求陛下？可这种私事，只怕陛下也不好插手，反而还会得罪了李公公。我缓缓掰开他的手，语气淡漠：“这么怕得罪人，那不如你去嫁。”我说完，他沉默了下去，又不说话了。一旁的江映雪看着我，声音沙哑：“那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看着他有些紧张的眸子：“听话，从此往后只听我一个人的话，我保你一世荣华。”江映雪眸子一亮，又飞速镇定下来。可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且只有你能帮我。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小厮惊慌失措的呼喊：“老爷夫人，不好了，李公公亲自上门接亲了。”江父强装镇定，正要开口，书房外已经传来了李德全的阴柔的声音：“侯爷莫怪，咱家久等新人未至，只得冒昧进来一看。”江父脸上闪过一丝怨怼，见李德全进来，立刻换上谄媚笑容：“公公来的正好，小女正在此处。”说着，一把将江映雪推了出去。李德全看见他，脚步一顿，先前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二小姐风姿更胜从前了，你与咱家有恩，咱家必不会亏待你。我上前一步，挡在江映雪身前。有恩？我还当公公同他有仇，今日是特意上门羞辱的。李德全下意识呵斥，却在触及我脸上的伤疤时，瞬间失了声。我看着他惊疑不定的模样，你是？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不过换了一身女装，公公便不认得了。李德全脸色一白，扑通跪了下去，额头重重磕在青砖上。奴才李德全参见总督大人，不知大人在此，奴才罪该万死。我垂眸看着跪在地上的李德全，语气冰冷：“李公公，本官听说你要娶我未至双10的妹妹。”李德全吓得浑身冒汗，连连磕头：“奴才不敢，这是陛下的旨意，允许奴才恩养。”放肆！你空口白牙，还敢攀扯陛下？他的头死死抵着地面，几乎要钻进砖缝里，声音发颤：“大人慎言，陛下也来了。”我眉峰微皱，抬步越过他，径直走向书房门口，却见院子里萧玉斜倚在雕花月洞门旁，正含笑望着我。爱卿，朕来接你回宫了，顺便看看你打算怎么处置朕的人。我看着他，语气平淡：“陛下的人自然该由陛下处置。”他缓步走近，玄色龙纹一脚扫过青砖，气压无声漫开。方才还喧嚣的侯府瞬间安静下来，江家人连大气都不敢喘。萧玉却并未急着发话，只偏头看向我：“哦，方才在府里杀伐果断的西厂总督，这会儿倒懂起君臣分寸了。”我抬眸迎上他视线：“李公公是天子近臣，臣自然不好越位。”他轻笑一声，终于将目光落回李德全身上。“李德全，你跟着朕多少年了？”李德全浑身发抖，恪首不止：“回陛下，23年。”23年的规矩都活到狗身上了。朕念你侍奉多年，准你晚年得一人随侍恩养，是给你体面，可没教你以内臣私教外臣，把体面变成强娶朝臣之女的荒唐事。奴才知错，是奴才糊涂。这段时间确实有人给奴才送上府中贵女画像，但奴才自知身份地位，不敢唐突。奴才原本是打算找一位年龄相当的妇人，若是合了眼缘，便留在府中作伴。只是意外看见了江家二小姐的画像。3个月前，奴才在清泉庙得二小姐搭救，有过一面之缘，便以为画像送来是她也对奴才。可真会给自己找借口。所以你便以为她也喜欢你？我抬手鼓掌：“李公公真是好口才，几句话就将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那你可知他今年方才19，你问过他的意见吗？”求总督大人恕罪，求陛下恕罪，奴才确实存了侥幸之心。可这桩婚事并非奴才强迫，是蒋家自愿献上女儿，奴才也是一时失了分寸。我冷冷看向一旁装死的江父，若非他上赶着卖女求荣，李德全他便是想也没有那个机会。既知错，便自行回内务府罚俸3年，禁足3月思过。萧玉显然也想到了，他朝着李德全淡淡挥手，这样的处置看似全了他的脸面，也不够重，但3个月足够他被新人顶替。萧玉这是不想再用他了。我抬眸看向萧玉，这样处置，爱卿觉得如何？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回我脸上，我微微拱了拱手：“多谢陛下为臣妹做主。”萧玉愣了一下，下意识开口：“朕不是。”我抬眸望去，他又息了声，话锋一转：“罢了，既然是你的妹妹，朕也该见见。”我侧身让开视线，
江映雪正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地面，身体轻颤。萧玉出声，抬起头来。他依言抬头，露出一张苍白却精致的小脸。萧玉看了他片刻，忽然偏头看向我，倒是有几分像你。我也回身望去，确实有一点像。如果臣也在府中长大，或许也会如他这般。萧玉眉心一动，复又看了过去，目光里多了几分认真。怪不得你愿意帮他。我没有接话，江父等人还跪在原地，大气不敢出。萧玉目光扫过他们，淡淡道：“侯爷不解释一下，为何二小姐的画像会出现在李德全府上吗？你私联内侍，想做什么？”臣只是一时糊涂，绝无半分私联内侍、图谋不轨之心啊！一时糊涂便能拿孩子做筹码，侯爷这心可真够狠的。江父身子一僵，却没有再抬头。萧玉负手而立：“江大人，私联内侍可是削职流放的大罪。”江父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西行上前，却被萧玉身边的侍卫拦住。求陛下看在总督大人的面子上，饶臣这一次。爱妻，萧玉偏头看向我，你说，朕该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他们吗？我抬眸，回陛下，臣的面子不值钱，国法面前没有看在谁面子上一说。话音刚落，一旁的江母扑上来抱住我的腿。慕雪，求你救救你父亲吧，他年纪大了，哪里受得了流亡之苦？14年不见，是你们亏欠我，是你们该补偿我，而不是在刚一见面就恨不得将我推入火坑后又跑来向我求助。江母哭着瘫倒在地上。你该庆幸，我还未来得及将卖女求荣之罪增入律法，否则二罪并罚，怕就不止削职流放。我转向萧玉，拱手：“臣请陛下依法处置，不必顾及臣。”萧玉看了我一眼，当即下令将人隔绝萧关，降为平民，永不得入朝。江父江母面如死灰，瘫倒在地。皇帝命人将他们拖下去后，又看向我：“洪福，江家已处置，你打算如何安置这位妹妹？”我目光落在他脸上，微顿了一顿，又看向萧玉：“那陛下觉得呢？”萧玉脸色微变，复又反问：“你问朕？”他眼里的情愫没再遮掩，我轻易就捕捉到了那里对我的喜欢。可帝王情爱，最是一岁，我半生流离方得今日权柄，又何必再以身入局？我垂眸看向江映雪那与我几分相似的脸。陛下该立妃了。萧玉猛地抬眸，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你对朕当真半分情意？没有。我打断他。萧玉笑出声：“好，那立妃之事，总督大人管天管地，还要管朕立不立妃？”萧玉打断我，我垂眸，语气依旧平静：“臣不敢管陛下私事，只是陛下登基已久，立妃纳嫔本就是稳固朝纲的正事，臣不过是提醒一句。”他上前一步，指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肩，却又硬生生顿住。提醒？还是你想把朕推给别人？我侧身避开他的气息，抬眼迎上他的目光。陛下是天子，后宫之事自当由陛下自行决断，与臣无关。萧玉笑了：“与你无关。洪福，你还是这么懦弱。”我抬眸看着他的眼睛，又将后半句话咽了下去。他看着我：“是不是只有你登上95之尊，才敢把爱说出口？”我心头一跳。陛下慎言，臣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就在眼前。我伸手将地下的江映雪拉起来。萧玉嗤笑一声：“洪福，你就算是不愿，也没必要拿这些手段来骗朕。”我看着他的眼睛。陛下说喜欢臣，又对臣的心愿和期待视而不见；陛下说爱臣，又好像看不见臣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比起爱，臣更想从陛下那里得到信任，信任臣的能力，信任臣的价值，信任比起后妃，臣更能做好西厂总督这个位置。萧玉安静下来，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朕从来没有不信你。那陛下，朕信了，不代表朕同意了。洪福，朕可以信你不想嫁人，信你想在西厂终老，朕甚至可以答应你不再提丽妃的事。但朕没办法，不喜欢你。可是陛下的喜欢，我看着他的眼睛，要以剥夺臣的价值为代价吗？萧玉愣住了，他看着我，很久后，朕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陛下说喜欢我，看着他，可你的喜欢正在伤害我。朕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萧玉的眼眶兀自红了。我知道，我垂下眼眸，但陛下一直在做一件事。什么事？陛下在等臣被打动，在等臣改变主意，在等臣有一天会接受。但臣不想被打动，不想改变主意，不想接受。臣毕生所愿，在天地间立稳自己的脚步，而非在后宫。他没有说话，我看着他的眼睛。臣不需要陛下不喜欢臣，只需要陛下信臣说的话。萧玉父又要开口，一个侍卫模样的人举着一封信件，匆匆闯进来。启禀陛下，西厂今日全员出动，已经连抄了3家。户部侍郎王崇、盐运使孙继海，还有前太子旧属周文清在城南的私宅。萧玉的眉心跳了一下，我看着他。这是陛下一直想找的前太子余孽，臣今日得了一份名单，想必
很快就能将这些人连根拔起。皇帝沉默着拆开信件，飞快看完。你给朕出了一个难题，不是难题，是选择。萧玉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等我说下去。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陛下可以有很多后妃，但能帮陛下处理这些事的人，只有我。萧玉沉默了，洪福，他在权衡很久之后，他突然开口：“你知不知道，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没有回答，他转过身看着我，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是笑还是苦涩的弧度。你在杀人，一个11岁的姑娘，浑身是血，手里握着一把比胳膊还长的刀，站在一群死人中间。朕问你，你是谁？你说我是将来要帮你坐稳江山的人。我攥紧了袖口。朕当时觉得这姑娘疯了，后来朕发现疯的是朕，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他看着我，眼里的光很复杂，最终走进书房，在案桌上留下8个字：西厂全权，不必复奏。这是极大的信任。萧玉走了，不知多久后，江映雪抬头望向我。这就是姐姐说的那个只有我能帮的忙。我看着她，因为比起等待灾难降临，我更欣赏你始终敢为自己破局的心。一如我这14年颠沛，从无到有。晚风轻拂，夕阳染尽，她鬓边的发丝被风掀起，恰好与我垂落的一缕缠在一起，在风里轻轻摇晃。我看着那2缕交缠的发丝，其实早在踏进侯府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了一个顶替自己身份的妹妹，也想过正主回来，她若是耍手段，自己要怎么处理她。天色彻底暗了下来，偌大的永昌侯府曾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如今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江父江母连同江浩已经被锦衣卫褫夺了衣冠，押入大牢听候发落。这棵曾经在京城盘根错节的大树，在我随手一挥间轰然倒塌。我转身看着依旧站在廊下的江映雪，她没有哭，甚至没有去看亲生父母被拖走的方向，只是安静地望着我，像一只终于找到主人的幼猫。我走过去，牵起她的手。怕吗？她的指尖很凉，但在触碰到我的那一刻，微微反握住了我。她摇摇头，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异样的坚定。不怕，姐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轻轻笑了一声，牵着她向府外走去。门口，西厂的马车早已等候多时。9月恭敬地掀开帘子，我拉着江映雪坐了进去。马车缓缓驶动，车厢里点着一盏幽暗的琉璃灯。我靠在软垫上，闭上眼睛，脑海深处那个只有我能听见的冰冷机械音毫无预兆地响了起来。警告，系统能量倒计时，距离宿主脱离当前世界还剩5天。5天，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萧玉以为我拒绝他，是因为我贪恋西厂总督的权柄，是因为我不愿被困在深宫。他不知道，我根本没有未来可以许诺给他。这14年，我替他杀人，替他评判，替他在这吃人的乱世里趟出一条血路，不过是为了完成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如今新帝登基，天下初定，我的时间也该到了。身旁的衣袖被轻轻拉扯了一下。姐姐，我睁开眼，对上江映雪那双澄澈的眸子，她正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目光注视着我，仿佛我是她晦暗人生里唯一的神明。我伸手轻轻摩挲着她并未受伤的那半边脸颊。怎么了？我们去哪儿？去西厂。我看着她，去一个全天下最安全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只剩5天的时间了，在这5天里，我要将前太子的余孽彻底斩草除根，给萧玉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江山。同时，我也要在这5天里教会眼前这朵温室里的娇花，如何在这个世道上长出最锋利的毒刺。我要她顶着我的脸，我的名在这世上活得比谁都好。接下来的2日，京城的天是被血水洗过的。西厂倾巢而出，按着那份名单，连抄了7座府邸。哀嚎声、求饶声，甚至拔刀抵抗的厮杀声，交织在京城上空的阴云里。我穿着一袭绯红的蟒袍，坐在马背上，冷眼看着锦衣卫将一箱箱贪污的账册和私造的兵器从前太子救赎的私宅里抬出来。大局已定。9月单膝跪地，督主，斩首137人，活捉42人，皆已押入诏狱。刀尖上的血还在往下滴。我淡淡应了一声。回宫复命。当我踏入御书房时，身上的血腥气连熏香都压不住。萧玉正坐在龙书案后，眉头紧锁。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抬起头，眼神在触及我满身戾气时微微一顿。但没等他开口，内室的屏风后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紧接着一个身段纤弱、容貌轻婉的女子在宫女的搀扶下缓缓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衣，眉眼间拢着一抹挥之不去的愁绪，仿佛风一吹就能散了。我眯起眼睛，林瑶，先太子的遗孀，当今圣上昔日的长嫂，也是萧玉藏在心尖上
求而不得的白月光。当年先太子谋反被诛，按律东宫上下皆当连坐，是萧玉拼了命保下他，甚至不惜将他秘密安置在宫中，顶着满朝文武的非议，也要护他周全。林瑶咳得眼角泛红，柔弱无骨地靠在宫女身上。玉哥哥，目光却怯生生地落在我身上，仿佛被我满身的血气吓到了。洪福大人这是怎么了？萧玉立刻站起身，快步走到他身边，虚扶了一把，眉头皱得更紧。太医不是说你需要静养吗？怎么出来了？听闻西厂今日大动干戈，连抄了数位大人的府邸。林瑶垂下眼眸，嫂嫂心中不安。那些人毕竟曾是大哥的旧识，嫂嫂怕。萧玉打断他，嫂嫂多虑了。前朝余孽，死不足惜。你莫要为了这些事伤神。安抚完林瑶，萧玉才转头看向我，语气又恢复了帝王的威严。洪福，事情办得如何？我冷眼看着他们这副兄友弟恭、情深义重模样，心里只觉得无比荒谬。他说喜欢我，说爱我，转头却将他的白月光养在御书房的内室里，一声声嫂嫂叫得情深意切。男人的爱果然都是论斤称的。我上前一步，将染血的卷宗随意地扔在玉案上，语气没有一丝起伏。名单上的人已全数伏法，只剩最后一人，臣特来请旨。萧玉的目光落在那份卷宗上，眼底闪过一丝复杂。是谁？我抬起手，染着未干血迹的指尖，直直地指向了靠在宫女身上的林瑶。先太子妃林瑶。此言一出，御书房内死一般的寂静。林瑶浑身一颤，猛地抓紧了萧玉的衣袖，眼泪瞬间盈满了眼眶。洪福大人，你这是何意？我一介深宫妇人，如何能与前朝余孽扯上关系？萧玉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上前一步挡在林瑶身前。洪福，你放肆！嫂嫂深居简出，怎会参与谋逆？莫要以为朕给了你西厂全权，你就可以罗织罪名，构陷皇亲。我看着他这副护食的模样，突然觉得很没意思。还剩3天，我懒得再跟他玩这种争风吃醋、自证清白的无聊游戏。我冷笑一声，抽出最上面的一本账册，直接翻开扔到萧玉面前。陛下是不信臣，还是不信这账册上的字迹？城南私宅超出的暗账，每一笔军饷的流向，最后都盖着林氏商行的私印。先太子已死，能在背后调度这批资金，意图联络旧部起事的，除了这位深居简出的嫂嫂，还能有谁？萧玉死死盯着账册上的印件，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林瑶的哭泣声戛然而止，她原本柔弱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凄楚掩盖。玉哥哥，我是冤枉的，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上前一步，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绣春刀上。是不是冤枉？去了西厂的诏狱，上2道刑，自然就清楚了。臣今日定要带走他。萧玉猛地转身，死死盯着我，眼眶赤红。你敢！声音里透着显而易见的绝望和愤怒。洪福，你非要逼朕吗？我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痛苦，有挣扎，有对林瑶的怜惜，唯独没有对我这个西厂总督的信任。这就是他的喜欢，一边是对我能力的依赖和占有欲，一边是对白月光不可碰触的底线。我松开刀柄，后退了一步。是陛下在逼臣。陛下那日说西厂全权，不必复报。如今臣查到了真凶，陛下却要为了私情，保下一个意图谋反的死囚。既如此，这西厂总督的位子，臣不做了。砰！萧玉猛地扫落了玉案上的端砚，浓黑的墨汁溅在白玉地砖上，触目惊心。江暮雪，你敢拿辞官来要挟朕？他气急了，连我的本名都喊了出来，眼底翻涌着难以置信的暴怒。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要挟，也没有赌气，我只是缓缓解下腰间那枚代表西厂最高权力的玄铁令牌，连同那根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打龙鞭，一并整整齐齐地放在了玉案上。我退后半步，大礼参拜，额头贴着冰冷的金砖。臣不敢，臣这14年替陛下平叛军、诛逆贼、清朝堂，该报的知遇之恩，臣已经报完了。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臣与陛下君臣缘尽。大殿内死寂无声，萧玉死死盯着案上的令牌，身形微晃，原本暴怒的脸色瞬间褪去血色，变得苍白无比。你来真的？他以为这只是我争风吃醋的把戏，以为只要他稍微冷一冷我，我就会像以前那样默默咽下委屈，继续做他手里最锋利的刀。可惜他猜错了。林瑶适时地发出一声娇弱的痛呼。玉哥哥，都是我不好，是我惹了洪福大人不快，我这就去死，把位置腾出来。整个人摇摇欲坠地往地盘倒去。嫂嫂！萧玉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他，就在他双手揽住林瑶的那一刻，我站起身，毫不留恋地转身向外走去。洪福，你给朕站住！你今日若是踏出这御书房半步，朕绝不会去求你回来。我脚步未停，1步2步，
跨出门槛，初秋的风迎面吹来，带着几分萧瑟的凉意。我在心里默默回应他：不用求了，萧玉，我已经没有时间等你的回心转意了。回到西场，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庭院里，江映雪抱着我的披风，靠在廊柱上睡着了。听到脚步声，她猛地惊醒，像只受惊的小鹿般跑过来。姐姐，你回来了。她上下打量着我，目光落在我空荡荡的腰间时，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姐姐的鞭子和令牌呢？我没有回答，只是牵起她的手，将她带进了书房。我看着她，目光前所未有的认真。映雪，把衣服脱了。她愣了一下，没有问为什么，顺从地解开了罗裙的系带。我从柜子里取出一套崭新的，按照我的身形改良过的绯红飞鱼服，一件一件亲手替她穿上。这套衣服是我早在1周前就命人秘密赶制的，尺寸分毫不差。最后，我将腰带替她扣紧，拉着她走到铜镜前。镜子里的少女眉眼间褪去了几分稚嫩，穿上这身象征着杀戮与权力的飞鱼服，竟真的与我有了7、8分神似。尤其是那双眼睛，在我的注视下，逐渐染上了几分冷厉。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声音有些发颤：“姐姐，这是要做什么？”从今天起，你就是红福。我站在她身后，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我会把我这14年杀人的手段、御下的心术、朝堂的制衡，全部交给你。西厂的9月只认令牌和人脸，你的身形与我相似，只要戴上半脸银面具，没有人能认出你不是我。江映雪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那你呢？眼眶瞬间红了。姐姐，你要去哪儿？她的直觉总是准的可怕。我看着她盈满泪水的眼睛，脑海中再次响起那个冰冷的声音：警告，系统能量倒计时，距离宿主脱离当前世界还剩2天。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抬手轻轻擦去她的眼泪，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地方。我不准！她突然崩溃的大哭起来，死死抱住我的腰，像是要把我揉进骨血里。姐姐说好要护我一世荣华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要是走了，我这飞鱼服穿给谁看？我杀人给谁看？我闭上眼睛，任由她的眼泪浸湿我的衣襟。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陪你一辈子，萧玉不行，父母不行，我也不行，你必须自己握住它。接下来的2天，我把自己和江映雪关在西厂的地牢里。我逼着她看刑具的用法，逼着她背诵朝臣的弱点，逼着她亲手斩杀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囚。她吐了无数次，哭得嗓子嘶哑，但每一次吐完，都会倔强地重新拿起刀，挡在我身前。她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蜕变成另一个我，而我的身体却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速度衰败。五感开始逐渐迟钝，灵气从指尖一点点流失。我握刀的手甚至开始微微发抖，这是脱离世界前的正常排异反应。就在倒计时只剩下最后1天的时候，西厂的大门被人强行踹开了。萧玉带着一队御林军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后方2天未见，这位年轻的帝王眼下满是乌青，下颌长出了青色的胡茬，整个人透着一种暴躁和颓废。这2天没有我替他压阵，朝堂上那些原本被西厂镇压的世家大族纷纷反扑，林瑶的势力也开始暗中作梗，整个京城暗流涌动。他终于发现，他根本离不开我。萧玉大步冲进主院，却在看清院内景象时，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猛地顿住了脚步。院子里没有平日的肃杀，我穿着一身极其素净的白衣，斜倚在铺着软垫的太师椅上，脸色苍白的近乎透明。江映雪穿着属于我的飞鱼服，戴着半脸银面具，正半跪在地上，端着一碗温热的药膳，小心翼翼地喂给我。萧玉看着我毫无血色的脸，声音里的怒火瞬间化作了惊恐。你怎么变成这样？太医呢？叫太医！不用了。我推开江映雪的手，借着她的力道缓缓站起身，平静地看着萧玉。陛下今日闯我西厂，若是为了还那块令牌，就请回吧。萧玉红着眼眶，几步冲到我面前，想要抓我的手，却被江映雪横跨一步，冷冷挡开。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江映雪，侯府又看向我。你赢了。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朕已经下令将嫂嫂、将林瑶禁足在钟粹宫，永远不得踏出半步。那批军饷的事，朕也会彻查。朕不立妃了，什么都不管了。他睁开眼，近乎哀求地看着我，跟我回宫好不好？我看着这位放下了一切帝王尊严向我低头的男人，忽然觉得有些悲哀。太迟了。警告，系统能量倒计时，距离宿主脱离当前世界还剩最后3个时辰。我微微牵动唇角，萧玉给了他一个极淡的笑。如果这是3天前你给我的答案，或许我真的会为你留下。我看着他瞬间灰败的眼眸，但现在轻声宣判了他的死刑。臣要食言了。萧玉的声音在西厂的庭院里嘶哑地劈开，带着一种濒临绝境的癫狂。太医，太医，传太医！
让整个太医院的人全都滚过来！他像是一头被逼到悬崖边缘的困兽，想要上前抱住我，却又在我极度冰冷的目光中，硬生生的僵在原地，甚至连指尖都在发抖。洪福，你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朕。他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堂堂95之尊，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无措的看着我。朕说了不立妃了，朕什么都听你的，你别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朕。我没有看他，只是安静的靠在椅背上，感受着生命的流逝。距离宿主脱离当前世界还剩1个时辰。太医院的太医们连滚带爬的提着药箱冲进来，几十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跪了一地，轮流上前为我诊脉。然而每一个把过脉的太医脸色都瞬间煞白，随后如丧考妣的磕头求饶。陛下，总督大人的脉象不是病，是油尽灯枯之兆啊！微臣无能，大人的生机正凭空散去，药石无益呀！萧玉一脚踹翻了身旁的太医院正，双目赤红的拔出御林军的佩剑，指着那一地的太医：“滚！都给朕滚！救不活他，朕要你们整个太医院陪葬！”庭院里哭喊声一片，乱作一团，我只觉得吵闹。映雪，我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唤了一声：“姐姐，我在。”江映雪立刻跪倒在我膝前，双手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我的手背上，却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我看着她身上那件绯红的飞鱼服，满意的扯了扯唇角。记住我教你的话，眼泪是这世上最无用的东西。我反握住她的手，声音微弱，却一字一顿。只有握在手里的刀，才是真的。我记住了，我全都记住了。江映雪拼命的点头。我抬眸，越过江映雪的肩膀，最后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浑身僵硬的萧玉，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我已经听不见了。倒计时10、9、8。西城，交给你了。我对着江映雪说出最后一句话，缓缓合上了双眼。3、2、1，脱离成功。我没有立刻离开，系统的牵引力似乎还有一段缓冲的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缕轻飘飘的虚影，漂浮在西厂庭院的半空中，冷眼俯瞰着下方的一切。我的身体安静地靠在太师椅上，双手无力地垂落，仿佛只是睡着了。萧玉手中的长剑哐当一声砸在青砖上，他猛地扑倒在我的尸身前，颤抖着手探向我的鼻息。在确认我真的没有呼吸的那一刻，这位杀伐果断的心地彻底崩溃了。他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悲鸣，死死抱住我逐渐冰冷的身体，眼泪决堤般涌出，将我的白衣浸透。你骗朕！你说过要帮朕坐稳江山的，你这骗子！你给朕醒过来！他哭得毫无帝王的尊严，甚至试图用内力将真气强行灌入我的体内。来人，备御撵，把他带回宫，朕要用千年寒冰护住他的身子。朕要找天下最好的术士，朕不信救不回他。几个御林军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想要从椅子上抬起我的遗体。就在这时，铮的一声脆响划破了庭院的悲泣。江映雪站起身，一把抽出了腰间的绣春刀，雪亮的刀锋直指那几个御林军。他孤身挡在我的尸体前，声音清冷而决绝：“我看谁敢动他！”萧玉猛地抬起头，放肆！怒视着江映雪。朕是天子，朕要带他回宫。天子又如何？他生前说过，西厂才是他的归宿。江映雪没有退让半步，握刀的手稳如磐石。他不愿入宫，死了也绝不入你的后宫。随着他的话音落下，9月率领着西厂数百名锦衣卫，唰的一声齐齐拔刀，刀光如雪，将萧玉和御林军死死围在中央。西厂所属，只听督主号令，任何人敢强闯，杀无赦。9月的声音掷地有声。萧玉看着那一张张决绝的面孔，最后目光落在戴着面具、穿着飞鱼服的江映雪身上。那一瞬间，他仿佛透过江映雪看到了14年前那个握着刀站在血泊里，对他说：“我会帮你坐稳江山的女孩。”他输了，从一开始他就输得彻彻底底。萧玉颓然地松开了手，仿佛瞬间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踉跄着后退了2步。仰天发出一声绝望的惨笑，转身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西厂。我在半空中看着江映雪以雷霆手段接管了西厂，他办妥了我的丧仪，没有发丧，而是将我的灵柩秘密葬在了西厂地底最深处的地宫里。3天后，大雨倾盆，江映雪穿着属于我的那身绯红蟒袍，腰挎绣春刀，带着9月，一脚踹开了钟粹宫的大门。内室里，林瑶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描眉。听闻我的死讯，这位原本病入膏肓的先太子妃，这几日气色肉眼可见的红润了起来，连唇角的笑意都压不住。什么人敢擅闯？林瑶回过头，在看清江映雪脸上那半张银色面具时，吓得尖叫一声，如同见鬼了一般，从凳子上跌坐下来。你不是死了吗？江映雪没有说话，只是步履从容地走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满腹算计的女人。江映雪的声音透过面具传出来，带着几分金属的冷硬。是啊，他死，但我还活着。林瑶听出了声音的不同，先是一愣，
随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厉声指责：“你是谁？你竟敢冒充西厂总督！来人，把这个刺客拿下！”钟粹宫里空无一人，外面的宫女太监早已被西厂的人控制。江映雪冷笑一声，从袖中抽出那本染血的账册，直接砸在林瑶的脸上。先太子救赎已尽数伏诛，陛下念及旧情，只将你禁足。但我姐姐留下的规矩是，斩草要除根。林瑶浑身颤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红符比以前那个更不讲规矩，更不留余地。你想干什么？我是陛下的嫂嫂，你敢动我，陛下不会放过你的。江映雪微微弯腰，一把捏住林瑶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你以为萧玉现在还有心思管你死活吗？随后一挥手，九月端着一个托盘走上前，上面放着一杯鸩酒和3尺白绫。江映雪的声音宛如修罗：“姐姐生前给了你机会，你没有珍惜，现在该你还债了。”不管林瑶如何哭喊求饶，江映雪眼神没有一丝波动，冷眼看着九月捏开林瑶的嘴，将那杯毒酒强行灌了下去。看着林瑶在地上痛苦的翻滚，最终咽下最后一口气，江映雪缓缓抽出一块锦帕，擦了擦手指，转身走入雨中。红袍翻飞，她终于长成了我期待的模样。我漂浮在半空中，看着她在雨中挺拔的背影，轻轻舒了一口气，了无牵挂。系统检测到宿主遗愿已完成，灵魂牵引通道开启。伴随着机械音的提示，我的意识开始陷入一片温暖的白光之中，周围的一切，肃杀的西厂，悲痛的萧玉，成长起来的江映雪，都在瞬间化作无数飞舞的光影，迅速倒退。在睁开眼时，我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鼻尖不再是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而是刺鼻的消毒水味。我看着头顶雪白的天花板，恍惚了片刻，系统冰冷的机械音在脑海中做最后的告别。宿主已成功脱离古岩世界，回归本源世界，祝您生活愉快。我回来了，我不再是那个权倾朝野、杀伐果断的西厂总督，我是京大最年轻的博士导师江暮雪。床头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我接起电话，里面传来我的博士生小林焦急到带哭腔的声音：“江导，您终于醒了，出事了！您出车祸昏迷的这3天，我们准备投给顶刊的那篇核心论文，被人抢先发表了。”我目光微冷。被谁？是顾教授新带的那个博士生苏婉。顾教授是1座和通讯作者，苏婉是2座。我握着手机的指尖微微收紧。顾培之，我的未婚夫，也是同院的教授。在西厂的14年，我见惯了背叛与算计，却没想到刚回到这个世界，就迎面撞上了一场荒唐的论文抄袭。我一把拔到手背上的输液针，鲜血涌出，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随手按了一团棉签，起身换上衣服。14年的刀光剑影早让我忘记了什么叫疼。半小时后，我推开了京大实验室的大门。实验室内气压极低，其他学生都噤若寒蝉。顾培之正柔声哄着双眼通红的苏婉，见我进来，顾培之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他用不悦掩盖。暮雪，你刚醒，不在医院好好躺着，跑来这里闹什么？闹！我冷笑一声，径直走到他面前。顾培之，我的论文为什么会署上你和苏婉的名字？苏婉吓得往顾培之身后躲了躲，揪着他的衣角啜泣。江导，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您的心血。我只是在培之哥的电脑里看到了初稿，以为是废弃的资料，就拿去稍作修改投了出去。培之哥也是为了保我今年能顺利毕业才同意署名的。我看着这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忍不住轻嗤出声。稍作修改，那是我带着团队熬了半年无数个通宵才得出的论证，他也配提修改2个字？顾培之皱着眉，暮雪伸手想拉我，婉婉只是太想出成果了，一时糊涂。反正你已经是博士导师了，也不缺这一篇论文评职称，就当是提携后辈了，行吗？我看着他伸过来的手，下一秒我抬起手，啪的一声脆响，狠狠甩在他的脸上。整个实验室死一般寂静。顾培之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江暮雪，你疯了！我活动了一下发麻的手腕，眼底是一片森寒的戾气。我疯了，顾培之，这是明目张胆的论文抄袭。你身为学者，包庇学生偷窃他人学术成果，还敢冠冕堂皇的让我让步！14年的上位者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顾培之被我看得浑身一僵，下意识后退了半步，气势瞬间弱了下去。这怎么能叫抄袭？我们是一家人，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一家人。我拉过一把椅子，好整以暇地坐下，冷眼看着这对男女。你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嫁给一个学术小偷？我掏出手机，当着他的面直接拨通了学院纪律委员会的电话。顾培之终于慌了，猛地扑过来想抢我的手机。暮雪，你别把事情做绝，一旦闹到纪委，婉婉的前途就毁了，我也会受处分的。我轻巧地避开他的动作，眼神悲悯又嘲弄。做绝？在西厂偷看机密是剥皮抽筋的死罪，我不过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已经很仁慈了。电话接通，我看着面如死灰的顾培之，字字清晰。我是江暮雪，
我要实名举报院系教授顾培之及其学生苏婉涉嫌严重论文抄袭。挂断电话，顾培之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撕下了温文尔雅的伪装，眼神阴鸷。江暮雪，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向纪委举报就有用？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的背后金主是谁？江导，您刚醒，可能还不知道，陆氏集团的陆爷已经答应追加我们项目的投资了。只要培之哥一句话，您的后续实验经费可能就很难批下来了。陆氏集团那位传说中手段狠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圈太子爷陆景晨，我看着这对自以为握住胜算的男女，忍不住笑出了声。14年的刀头舔血，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拿一个商界财阀来压我？好啊，我站起身，理了理大衣的褶皱，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那我就看看，这位金圈太子爷是不是真的愿意花钱买2个学术垃圾。我转身走向实验室的大门，顾培之在身后冷笑：江暮雪，你不用在这儿死鸭子嘴硬，等院里的停职通知下来，我看你还怎么傲。我脚步未停，连头都没回，径直推门离开。走出大楼，微凉的晚风吹拂在脸上，我拿出手机，迅速登入了自己的云端加密盘。在西厂当督主的时候，我信奉的原则只有一个，永远不要把软肋暴露给敌人，永远要留有一击必杀的底牌。顾培之以为他删了我电脑里的本地记录就万事大吉了，简直蠢得可笑。消息传得很快，不到半天，我实名举报顾培之和苏婉论文抄袭的事，就引爆了整个京大论坛。院领导为了平息事端，紧急召开了调查会。会议室里，顾培之西装革履，游刃有余地向几位老教授展示着他的底稿。这篇论文的构思是我和苏婉在半年前共同确立的。江教授当时正忙于其他课题，可能只是无意间看到了我们的数据，产生了一些误会。他甚至拿出了伪造的时间戳。苏婉坐在他身旁，眼眶微红，一副被前辈打压的委屈模样，惹得几位不知情的校领导连连叹气。江导，我知道您对培之哥有感情。苏婉凄凄爱爱地开口，声音哽咽。但您不能因为私人恩怨，就拿我的前途撒气啊！我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说完了吗？手里把玩着一支录音笔，我抬起眼，属于西厂督主的压迫感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顾培之对上我的视线，竟然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寒战。我将一个 U 盘扔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的原始数据在半年以前就已经通过了区块链加密存证，每一次模型推演和修改都有不可篡改的密钥记录。顾教授，学术造假再加上伪造证据，这罪名可又大了一级。我看着顾培之瞬间僵硬的脸，唇角勾起一抹冷笑。顾培之死死盯着那个 U 盘，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但他还在强撑。你这是合成的数据，这根本不能算作有效证据。我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是吗？那你大概不知道，这份密钥记录我已经同步发送给编辑部和国家学术伦理委员会了。就在顾培之面如死灰，企图再次狡辩时，会议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院长满脸堆笑地迎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男人穿着剪裁极其考究的黑色高定西装，眉眼深邃，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上位者威压。一进门，整个会议室的空气仿佛都降到了冰点。金圈太子爷陆景晨，顾培之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迎了上去。您怎么亲自来了？一点学术纠纷让您看笑话了。他试图抢占先机。杨教授最近身体不好，精神有些受刺激，非要闹事儿。陆景晨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越过他，停在我的面前。他垂眸看着我，原本冰冷锐利的目光，在触及我脸庞的瞬间，竟化作了一抹极深的暗涌。那眼神，总觉得有几分莫名的熟悉。江教授，我投了5个亿的实验室，不是用来养贼的。顾培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苏婉更是吓得连呼吸都停了。陆景晨转身，目光如同看死人一般扫过那对男女。撤资。他对着身后的助理淡淡吩咐。另外，通知法务部以商业欺诈名义起诉顾培之。他微微偏头。京大如果连这种学术败类都包庇，那陆氏名下的所有科研基金将全面终止与京大的合作。苏婉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捂着脸崩溃大哭。顾培之更是面无人色，想要去抓陆景晨的衣袖求饶，却被保镖一把掀开。这场闹剧结束得干净利落。众人散去后，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陆景晨。他缓步走到我面前，高大的身躯挡住了窗外的阳光，将我整个人笼罩在他的阴影里。他叫我的名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跨越了漫长时光的缱绻和隐忍。江暮雪，欠我的那声臣不敢，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愣在了原地，心跳在那一瞬间漏了一拍。我看着眼前这张与萧玉有7分相似，却比那个年轻帝王更加凌厉深邃的脸，指尖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他逼近一步，
修长的手指轻轻捏住我的下巴，深不见底的眼眸里倒映着我的影子，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生吞活剥。怎么认不出朕了？14年的朝夕相处，我太熟悉他这个眼神了。这哪里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金圈太子爷，这就是那个被我丢在平行世界发了疯的帝王。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把扶开他的手，退后半步拉开距离。陆先生认错人了。我迎上他的视线，语气没有丝毫波动。这里是金大，不是你的金銮殿。大清早亡了，这里没有你的臣子。陆景晨看着自己落空的手，不仅没有动怒，胸腔反而发出一阵低低的震颤声，笑了起来。是啊，时代变了。他收回手，将双手插进西装裤袋里，定定地看着我，眼底的偏执和疯狂在一瞬间化作了极深的缱绻。所以这一次，你不能再拿君臣之别、西厂规矩来敷衍我了。他走上前，与我并肩站在会议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仓皇逃窜的顾培之和苏婉，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穿越了漫长岁月的沉重。江暮雪，你在西厂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的世界就塌了。我在那个没有你的世界守了30年的江山，把天下治理成了你想要的太平盛世。闭上眼的那一刻，我以为终于能去找你了，没想到老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他偏过头看着我的侧脸，这一世，我不做你的君王，我做你的信徒。顾培之和苏婉的下场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陆氏集团法务部的手段堪称雷霆，短短1周内，顾培之不仅被金大正式开除教职，还因为涉嫌侵占巨额科研资金被警方立案调查，面临着至少10年的牢狱之灾。至于苏婉，被全网通报学术造假，直接吊销了学位。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名媛人设彻底崩塌，在这个圈子里身败名裂。他们曾跪在我的实验室门外痛哭流涕的求饶，却被安保人员像扔垃圾一样毫不留情地拖了出去。没有了这些恶心的人和事，我的生活终于回归了正轨。半个月后，我将重新完善后的论文投给了顶刊，并顺利收到了录用通知。同时，我的几个独立国家级课题也顺利批了下来。周五傍晚，我从实验室走出来，夕阳将整个校园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芒。一辆低调奢华的黑色迈巴赫安静地停在实验楼外的林荫道旁。陆景晨穿着一身黑色的高定风衣，慵懒地靠在车门上，手里捧着一束热烈如火的红玫瑰。他本就生得极其出众，这般姿态惹得路过的学生纷纷驻足侧目。见我出来，他掐灭了指尖的烟，大步向我走来。没有了帝王的枷锁，这位金圈太子爷将那种肆意和纵容发挥到了极致。他将花递到我面前，眉眼间带着淡淡的笑意。江导，今天有空赏脸吃个饭吗？我接过那束有些沉甸甸的玫瑰，低头嗅了嗅，挑起眉梢看向他。看你表现。他低笑一声，上前替我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手掌细心地护在我的头顶。不急。他俯下身，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道：这一次，我有用不完的时间，可以追到江导满意为止。我坐进车里，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和温暖的夕阳，真好。我不再是那个步步惊心的西厂总督，也不再是受制于人的替身。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我是江暮雪，我是自由的。